把婆婆領到自己家，偷偷的來給她收拾屋，也可以說是一個掃蕩式的斷捨離，幾乎是把家裡所有的東西都扔出去了，包括一些家具、茶几、沙發啥的。單一個大客廳就扔出去了40-50袋的東西，把它從這樣變成了現在這樣。入戶門這個地方也扔出去了10幾袋，變成了這樣。把原來黑漆漆的陽台變成了現在這樣窗景明亮了。昨天已經開始收拾這個最炸裂、衛生最難搞的廚房，就光台面和地面的東西就清出去這麼多。現在是這個樣子了，台面、地面的東西一件都沒留，全都扔出去了。現在是還有冰箱和櫃子裡的東西沒往外清。這個房子之所以扔得這麼乾淨，不光是因為家裡有蟑螂，主要還是因為阿姨可能以後不會來這裡住了，這些東西留着也不會再用了。阿姨將來去另一套房子住的時候，最多也就是带点衣服啥的過去吧。昨天我還跟粉絲姐姐聊天呢，我說你這個房子既然阿姨都不回來住了，收拾收拾給她租出去得了。我說在北京3環的話往外租，房租应該也不便宜。粉丝姐姐說他們一直没有租的想法，家裡4套房子住一套，然後她婆婆住一套，那2套都是空着的，也没往外租，也不知道具体能租多少钱。然后她上租房那個軟件上查了一下，她家這個房子差不多能租個8千1萬的。她算了一下，租1年的話也有個10萬8萬的。她說等回去跟她先生商量一下，看看要不要租出去。我這一聽真的是人和人不能比呀，1個月往外租房就能租這麼多，而且還有2套空餘的房子，只要是2套都租出去的話，1年房租就是小20萬，這是多少人幹1年都掙不來的。此時此刻又羨慕了粉絲姐姐一把。這個房子一直是她公公婆婆住的，家裡的家具、電器啥的幾乎都是20多年以前的了，像這個油煙機都是老式的了。她之前我還問粉絲姐姐這個油煙機還好用嗎？用不用換新的？我說你要是不打算換新的話，我就給它擦出来。她說现在是不打算換，也沒壞，很好用，主要是婆婆也不回來住了，然後也沒想好要不要往外租，所以暫時就先不換了。如果將来真的是租出去了，先買也來得及，所以我就把這個油煙機給它擦出来了。這個油煙機得有好多年沒擦過了，這個網上的油垢都已經是硬的跟鐵一樣了，剛開始用鏟子鏟都鏟不動，喷了點油精給它軟化了一會兒。像這種油垢特別厚特別硬的，就可以先用小鏟子把表面的給它鏟一鏟，然後再刷的时候它就好刷一些。一般情況下家裡不會遇到這麼硬的油垢，我收拾了這麼多家還真是第一次遇到呢。鏟完以後再噴一遍油污精，一刷就刷出來了。像這個邊邊框框的就可輕鬆了，噴上油污精一蹭就掉了，根本也不用等啥的。看看這個小馬刷的是不是挺乾淨的，這是它沒刷之前的樣子。鏟下來這個油垢已經被油精軟化的一捏都碎了，原來在那個鋼絲上面可硬了。本來擦油烟機這個視頻是要和廚房的下半場是剪到一起去的，我看了一下时长太長了，400-500分鐘，所以我給它单拎出來剪一條掛車視頻。斷捨離的視頻晚一點我再更一條。最近不是好多說找不到櫥窗的嗎？這個視頻的左下角我會掛一個鏈接，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拍。它擦油煙機煤氣灶真的是嘎嘎好使，這個油污精沒有什麼刺鼻的味道，也會有一點點，但是呢它要比咱們以前在超市買的那個小多了。你看這個油烟機煤气灶這麼髒，很輕鬆就能刷出來，主要它還不貴。我在拍斷捨離之前就一直用它了，到現在為止差不多得有3年的時間，回购率、好評率也是最多的。你在用它的時候，前面是有個小門的，打開是噴霧狀的，關上是噴泡沫的。像家裡油煙機、煤气灶還有油垢特別厚的地方，就直接噴泡沫的。像這樣的地方你就噴泡沫的了，噴完以後你就會肉眼可見的发现这个油都已经開始慢慢融化了。等個1-2分鐘呢，你用鋼絲球去蹭就行，不能等時間長了，如果泡沫消失了，它就沒有效果了。它不光可以噴油煙機、煤氣灶，像廚房裡的櫃子、櫃門、牆面、地磚，就只要髒的地方，你用其他的東西清理不出來，你都可以試試它。就是需要注意的一點，就是第一次噴的地方，你先找一個背角的地方試一試，它會不會腐蝕物體的表面。如果不會的話，你就可以大面積的去噴了。像這個櫃門不是很髒的地方，噴霧狀的就行，噴完拿抹布一擦就特別乾淨。像家裡的窗框特別髒的也可以用它噴，真的是家裡面90%的地方都可以噴，只要你試試沒有事兒，然後用它大掃除的話會事半功倍的，能省很多力氣。像這個廚房要是沒有油煙鏡的話，收拾起來得老慢了，這我還幹了1個多小時呢。就這個油污精淨膚聲的，拍1發5，左下角有鏈接，自己去拍就行。